今天跟大家分享5个原因，为什么宝宝会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贤，我是 Vivian。那今天呢，这个视频呢，我们会跟大家分享5个原因，为什么宝宝会哭。那当然呢，这个5个原因呢是based on我们的这个经验，然后呢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，希望呢可以帮到大家。OK？ 对。一开始时候我们是在月子中心嘛，对，所以我们就交给那边的负责人帮我们去照顾我们的 baby 哦。然后只是偶尔的时间，就是他会倒过来给我们，可是一哭的时候我们就把他带过去，所以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原因他会哭。baby 一哭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那个车就推回去给那个 nanny 叫他去处理。对，所以我们就会，妈妈的话我们就休息多一点哦，所以我们就不知道要怎样去 handle 那 baby，有什么就 nanny 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对，然后等到 Vivian 要做完月子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想，哎呦惨了。到时候做完月子回到家里，就只是我们2个跟 baby， 对，那又没有这个nanny， 然后又没有就是长辈在。那时候好像也是 MCO 那时候也是 MCO， 长辈过来帮忙，想回去那时候很压力一下。对，所以在这段期间呢，我们也有摸索了，就是用不同的方式，有找了一些资料，问了一些朋友，跟长辈，然后呢才慢慢知道 ，OK， 其实。baby 呢哭呢来来去去都是这几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 ，baby 会哭就是因为他饿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common 很 common。一般上baby 哭都是不是饿就是睡觉嘛，对不对？那当然呢，我建议呢大家呢，如果有这个拿一本书来记录 ，OK 你的用 对。或者是用 apps 也可以 ，OK， 可能有一些人不会用 apps 嘛 ，OK， 你就用书写下来，baby 是几点喝这个奶，然后呢，喝了多少 ml，OK，so 一般上每几个小时都会喝吧？2个小时，based on 之前的 record， 其实这本书很好一回来的时候他帮到我很多因为我可以 track 回去，他之前的时候，这是 confinement center 他们帮我做的 record， 所以我就去看他，原来他的 pattern 是2个小时这样子喝一次的，这样回到来我大概知道，OK， 2个小时喝一次，因为在 confinement center 我完全不知道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生活习惯是怎样嘛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好帮助。当然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用书啦，现在很方便嘛，我用 apps 来做 keep track 去做 record， 所以我每一次我都会 record。直到自己摸索了那个时间，就不用做 record 了。对，我现在没有做 record 了。对。喝这奶的时候呢，也要注意那个奶的那个温度。OK， 有一些 baby 可能他很快喝完，那我们的儿子呢，他有时候很快喝完，有时候呢就喝到一半就不喝了。然后过后我们要再给他喝的时候，我们要保持那个奶的温度呢。冷的他也不喜欢。太冷的话他又不喜欢，所以有时候那个奶已经凉了，是不是？你再给他喝的话，他可能会哭。那另外就是喝完奶过后呢，我们要帮他打嗝 ，OK？ 一般上都是如果他 burp 了2-3次，这样就 OK 了 ，OK？也不要马上放下。对，也不要马上放下来。要大概10分钟。对，放下来。10分钟。有时候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会看到他打burp了1次，我就马上放，因为我觉得打burp了嘛，对不对？就直接把它放下去。其实他还有气在里面，然后他又会哭，或者他会吐奶。对，也会吐奶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。OK， 为什么宝宝会哭？第2个原因呢？为什么宝宝会哭呢？就是因为他要睡觉了。OK？ 老改呀。对，老改。所以这个也是同样的用回的那个 OK 数啦 OK record 或者是你的 apps 看看他就是睡觉的时间是大概几点。那一般上1到3个月的孩子呢，这个 baby 都是我们儿子大概2个小时这样子就要睡一次。对，所以这个很个人，但一般上都是我们讲2-3个小时这样子他就要睡一次。所以你看回你们的这个 record 呢，他就是睡觉是几点这样子，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他哭是因为原来他是要睡觉了，他要奶嘴，或是他要抱抱，他要你唱歌。对，或者你把它包起来，因为 baby 呢，他们很需要这个安全感。对，因为新生儿啊。对，所以你把它包起来呢，他就感觉到好像还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这样子，所以我们会睡得更加的这个安稳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
宝宝会哭的第二个原因。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 baby 会哭呢？就是因为大便或者小便了。OK， 所以这个呢，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他的那一个尿片的重量突然间加重了，一般上我们去摸就大概会知道。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不大很会分，诶，到底有小便还是没有小便？因为玉远他摸到，诶，哦，小便了，我就摸，诶，小便呢？怎样知道小便呢？就是因为还不习惯嘛，所以要慢慢的去摸索那一个重量。但是如果你觉得很辛苦，怎么知道有没有大小便？因为你不可能开出来看，我们有小便在包围下去，对不对？有一些尿片呢，现在在市场上有一些尿片呢，它有那一个 indicator，它可以告诉我们对有没有这个 baby 有没有小便或者是怎么样。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方便。这个就是我第三个原因，为什么 baby 会哭？第四个原因呢，为什么 baby 会哭呢？就是我们归类为他不舒服，所以他会哭。那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归类为几种？对，其中一个是因为温度的关系，所以因为马来西亚我们都是热的天气嘛，可是我们在家室内，我们又怕 baby 太热，有时候我们就会开 aircon， 所以我们就给他穿衣服穿厚，又怕他冷到哦。可是有时候穿得太厚，他就觉得哦，整个会流汗。所以要去注意一下，哎，看他到底有没有这边啊，颈项这边啊，我去摸一下有没有汗啊，还是会很冷啊之类的。所以如果他不舒服的话，或者是太冷太热，他都会哭啊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或不舒服方面哦。这样第二个方面呢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第二个方面就是可能他穿的这个衣服，他会觉得好像，因为有一些衣服可能太厚，或者是他的那个布料。太过粗糙，对它的那个布料太过粗糙，甚至那个我们衣服有一个 tag 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个也会导致到 baby 感觉到很不舒服，他也会因此而在那边哭这样子。那我们会建议呢，你可以给他穿一个全棉的这个衣服，那他会穿的对 100% cotton， 那他会穿的比较舒服一点。那另外呢，也可以考虑就是穿一些旧的衣服，为什么？所以有一些长辈会讲到穿旧衣好。对，穿旧衣也好，因为旧衣的这个原理就是因为它洗了很多轮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布料没有像一开始那么的粗糙，那当然也穿起很好穿。所以你看为什么不要讲小孩子，有一些大人甚至我们偶尔都会穿一些旧衣。那另外一个不舒服呢，我们就归类为就是他可能肚子有气 ，OK， 所以他会在那边哭。那我们的儿子呢？他不会有很多这样的状况出现，但是偶尔呢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他会在那边哭，然后我就会大概用2个手指这样子慢慢的去轻轻的拍他的这个肚子，哦，听到好像有这个胀风的这个感觉。那当然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，怎样知道我有胀风跟没有呢？但是你又不可能一直在那边拍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还是 baby 嘛。所以我就觉得，你确认了他不是第二他就是恐怕他是要睡觉，那睡到一半又会哭 ，OK， 那又没有大小便 ，OK， 那你就不如试一试，就干脆帮他排气。这样排气的话呢，我们就有用几个方式。第一呢，我们就会用这个 baby oil 帮他涂他的这个肚子那边 ，OK， 让他舒服一下，就是把那个 baby oil 呢倒在我的手掌。然后呢，再搓热，然后呢，再跟他敷在他的肚子那边，顺便帮他按摩，来帮他排气。那很多时候呢，这样子做了这个动作过后呢，他就会很好睡，他就不会哭了。OK， 反而呢，有时候还会放屁，甚至有时候呢，他听到我的这个动作呢，反而他会得到的他的这个注意力，他会静下来看我在做什么样子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，我们可以去尝试的。另外呢，就是有时候如果他们肚子有气的话呢，我们也可以帮他做一些脚车运动脚车运动，对，就好像现在你们看这个影片这样子，帮他做这个脚车运动。是。但是现在这个阶段，因为我们 baby 6个月了说他开始要慢慢长牙，有时候他其中一个原因会哭，都是因为牙龈痒。对。所以我们就会帮他去按摩一下，或者是把那个现在有那种一个圈圈的，然后给 baby 咬的那个东西，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哦。所以我们会放去冰箱那边，当然 with proper 的卫生方面要照顾啦，因为给它放进去牙齿那边嘛，所以给它咬，然后它 OK 了，舒缓了那个牙龈，那就 OK 了，它就没事了，它就笑了。因为感觉到很舒服嘛。
那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？OK， 最后一个原因，第5个原因呢，就是有时候宝宝会哭，就是因为他缺乏这个安全感。对，因为 baby 嘛，所以 baby 都需要爱。OK， 来抱一下吧。OK， 都需要爱跟这个呵护。所以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把 baby 呢，就是放在房间给他在里面睡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出来做东西，然后过了一阵子，可能半个小时这样子，我们就听到他在那边哭，因为他就是感觉到他没有听到声音，没有感觉到有他的旁边没有人，是哦，所以他感觉很 lonely， 然后他又会感觉到就是很害怕，因为没有人在身边嘛，尤其是爸爸妈妈没有在身边，所以他会怕。这个情况出现呢，一般上我们就要把他抱起来，因为一开始的我记得我就没有马上把他抱起来，我就拍一下，给他一些枕头啊，或者是拿这个奶嘴直接塞他嘴巴，希望这样子他会塞住他的嘴巴，塞住他的嘴巴。OK， 这个是不正确的做法，不一定是每一次都要塞奶嘴。OK， 我只有奇怪这么塞那个奶嘴下去，哭得更大声，哭的还是在那边哭。那其实他就是需要一个抱抱而已，所以就把他抱起来呢。OK， 然后呢，你可以哼一些歌给他听 ，OK， 让他感觉到呢，爸爸或者妈妈呢，就在他身边，然后给他有那个安全感，所以他爱，对，还有爱，所以我觉得要多一点跟他沟通，他会理解的，OK， 那以上呢就是以我们的经验所得到的5大原因，为什么宝宝会哭，跟如何去解决。那如果你知道有其他的原因，除了我们所分享的呢，OK， 跟如何去解决，你可以欢迎你写在我们的这个 comment section，OK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 like， 同时呢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， 记得按 notification bell， 那你不会错过我们下一个 video，OK。那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